结婚初期应该常常会吵架吧？算真的吵架频率不高，就是会，因为他也是我是吵不起来，对他不吵架，他就是会冷战那种。哦，可是冷战就很可怕啊。但他吵架也很可怕。他会真的生气吗？有几次有真的生气。是为了什么事？有些就是婚礼的事情啊，婚礼我们婚礼有一些摩擦，然后婚礼是你要的风格跟他要的风格不一样，是不是？就可能表达沟通上面有一点就是，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忆啦，对，也是好的。所以第二次是什么？上个月吧。上个月？就是这个可以讲吗？还是不要讲这个？不知道哎，我觉得可以讲啊。你先讲，然后如果讲完之后觉得不可以，再叫他们剪掉好。OK， 好。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他上了一个热搜，对，是我一个黑粉黑他的，但不是事实，因为我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照片是他朋友，恶作剧，因为突然太多人写他不好，他就爆掉了。比如说我们去看房子，然后可能媒体就会写说，我带着他去看房子，想要他买给我，类似这种东西，但其实很无聊嘛。但后来就类似的东西一直出来，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句我觉得也不太该讲的话，类似什么，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之类的话。我老公也讲过这种话。你有老公啊？我有，结婚16年了。因为一开始他觉得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嘛，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真的大明星，然后就变成是狗仔一直拍他，一直拍他，一直拍他，然后他就常常上新闻，然后就开始就像你讲的，可能会写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然后就跟你一样压力过大。我就觉得我躺在家里一觉起来，然后我又怎么了，或是他写说什么我们分居婚变，然后我睡起来说老婆我们婚变了，他说我们再睡一下吧，就是拜托我一觉起来看报纸，老公你打我啊？什么时候？趁我睡着的时候吗？他打到你忘记这件事哦。好了，我懂你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看了那些没有用的，有做各方面的尝试，让他没有那么难受。他有了，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事情，但我现在比较可以适应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后面还会有哦。好，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而且澄清好像我发现媒体好像他报了一个，他不会管你后来什么澄清。澄清没有用，而且观众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他就觉得是真的。对，我了解了，他不会去管你。我老公没有打我。那他对你做了什么？只是小小踢一下侧边。不要乱讲。所以刚刚阿娇说，有些东西拿进屋子里面要小心一点，不要再让他觉得有压力。就是，我以前买东西会，一样好东西会买10个。一样好东西为什么要买10个？因为我觉得，没机会再买，可能下次买不到团货。类似什么东西？就是洗面奶啊，买几瓶啊，可以用的东西，但通常都会放到过期。对，因为我很喜欢尝试新用品啊，所以男生不太懂为什么要尝试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对，因为它都不涂脸了，就2罐子而已。所以这是你人生 ，Michael，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你住的地方有这么大局，别人的东西入侵，是不是？算是。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就是很难适应啊？就还好啦，就是因为他香港的没有，我想说他本来的家很小，因为他一个人对，我一个人住嘛，一个人住在台北嘛，所以他是没东西的。对，是因为我们结婚我就换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些鞋子不是挺多的吗？我鞋子跟衣服而已。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只要出去有得穿，对，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的人。
应该说我觉得不需要的东西，我会把它丢掉。可是你还蛮注重要帅这件事吧？现在还好，因为现在没有，以前会啦。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可以走很多明星的路线，是不是？我没有这个想法，大真的是众脸吧。真的是因为我留胡子，是因为有时候我都常常没有刮，他很讨厌我留胡子。但大概2周前，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朋友说：“哎，你留胡子蛮像 Ryan Gosling。”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造型。对。可是太太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留？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啊，因为工作上面有时候有需要。阿娇的不喜欢，应该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吧？我不喜欢，因他觉得为很刺。对啊，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会亲他。他这他自己选择吧。所以我回家，他说你胡子太长，我就先刮掉。OK。所以太太的吻还是比较重要嘛？对啊。你是不是有持续的不断在维持身材？我有运动习惯。刚刚那个瑜伽垫是怎么了？就他带过来说他想要做瑜伽，但是好像没有看他做过。总是有个希望嘛。怎么了？对，瑜伽垫为什么要从香港带过来？几乎台北家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包括那些公仔啊、毛巾啊，几乎都是我香港带过去的。对啊，都已经从香港带过来瑜伽垫了，为什么不干脆就真的做瑜伽？有做过，你有做？有，只是他没看到而已，是不是？对啊。他有时候会这样动2下，说：“老公，我运动了。”这样，我说：“好厉害，好厉害！”哦，出汗了，然后就结束，大概30秒吧。所以你是一个大量运动的人，我算蛮大量的。然后他不爱运动，你有邀过他吗？有蛮长的。但他在那个台北的健身房，全部都是男人啊。没有，我为了他找一间是没有人的。不是，因为我以前拍打戏啊，那些筋骨都歪掉了，我是需要请教练的。嗯，你有帮他请教练吗？有。那有去上课吗？没有。对，就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懒，对，那我也不勉强他嘛，我就先去了这样，因为就上个一天，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就没有那一天开始这样。但我们婚礼的时候，他蛮认真的去做了大概1、2个月吧。对。好，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两夫妻本来80分有没有什么温度上的改变。好，目前进展到了是85度，就比原来的80度稍微高了一点点。也许大家就觉得好像夫妻2个人生活就看起来颇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难关，可是大概你结婚也知道，就一定会有这些过程啊。对啊，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啊，就努力一起去克服就好了。而且夫妻双方有一些本来在家里面不一定有勇气互相沟通的事情，反而是一起上节目会忽然就说出来，然后就完成沟通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进展的过程当中，看看他们2位就会互相透露更多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也许就会增加沟通，然后温度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倒过来，阿娇要介绍她先生的一些东西了。好，我们去看这个影片。Hello， 这个是我的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的摆设，还有我喜爱的东西。我呢很努力的把我的东西放过来，因为我要把整个人嫁到过来嘛，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归属感。但没想到就是都是我的东西，是不是很厉害？能带那么多。这个是我婆婆，很厉害吗？婆婆人肉速递那个洪瑞珍过来给我们。人肉，谢谢妈。我真的是想经营一个家，所以我从香港把这个 cushion 啊，还有那些公仔啊，自己搬过来。Michael 的东西只有这个吉他，这个昆虫。
你看家里放一堆虫多不好。我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 Lego 了，看这个都是最街景。还有这一区是我们结婚区，这好像粉丝啊，其实这是粉丝弄给我，他就拿了来收藏。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结婚那些朋友的签名啊，这个充电宝，伴手礼嘛。你看这个是我朋友画的，很像我们，而且我每个朋友都会印名字，就显得很有心思。还有他一个结婚的本子，我本人呢就很喜欢，就是把东西乱扔，我就怕丢掉，所以我就放了在保险上。他这里有一个，他高中2年级画的鸡。是一个特有种叫蓝腹鹇。那你为什么写鸡年呢？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鸡年，然后那这是鸡啊。那你为什么不裱起来？就这么叠，就是这样烂烂的。那你把这个送出去。这个是可以啦，但是谁会要？你的粉丝都会要啊。我没有粉丝啊，你粉丝有一些的。这个都是他以前买的，他以前就喜欢买一只眼睛，眼睛。这个是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去日本出差，买给我的裤子，牌都没拆，没穿过，因为也不是我的风格啊，是心意嘛。这个是。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哇！中间是那个，叫他躺，看一下角度。对，那时候我还很贴心，因为他那时候不在，我就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躺着，那个一边装我还说，这个角度，差不多就这个角度。结果我装了之后，以为他会称赞我说我很贴心，把他角度调在他的视野，因为我还不是，因为我的脖子不行。对，结果他一直跟我说，念到现在都说他觉得那个视野。你是不是你也觉得？后来他跟他一起看，尴尬。我一直嘴硬说，其实这个没有啊，还好啊，你不觉得看得很清楚啊？结果后来我自己看一看，脖子也有点痛，所以可能会找时间弄一下。床是 Michael 妈妈买的，那床单是我买的。为什么他有一只羊？因为他口水好臭，他把这个枕头都弄得很臭，所以我就不让他拿我的公仔，我就买一个给他。没有，我说这个就介绍一下。这没有啊，这是他这个我岳母送给我们，希望我们早生贵子，好不好？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俩为什么要在家自己尴尬啊？第一次介绍家给人哦，所以那个岳母送的早生贵子放在那边会很有压力吗？没想过他拿出来讲而已。你本来不想要讲那个东西是不是？对啊，
所以有人要催你们赶快生小孩吗？哦，没有吧？没有人催，就我催他吧。因为我之前去冻卵，我只冻了3个。就因为我们本来是想摆 nature， 就自然有怀上就怀上，但好像目前都没有成功。对，那我们一直很想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个，因为不希望他在，如果说不是年龄问题，就是说越大怀可能越辛苦。你刚才有嘴软，我看到了，你刚才嘴软的很严重，我害怕我讲错话，我还越就可能，刚才你差点脸都抽筋了。不想要他太辛苦。对，我懂。所以你有安排好时间了吗？有。你真的管很细耶，就你真的给 Michael 很大压力。不会，真的是有安排好，已经 schedule 了。阿娇，你是很想要赶快有小孩？也没有赶快，就是让他去试试看，再考虑。对，所以你是爱小孩的人，是喜欢小孩子啊。这一题还蛮难回答。No， 我不喜欢小孩。可是如果当妈妈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拼积木了，对，就要照顾小孩了。可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所以 Michael 听到没有？就是有小孩的话，他只会占有一个小孩的体积，他不会蔓延成。小孩子的东西更多。对，我想过这个问题。小孩生出来之后，你就要买那个地上的那个软垫，这样拼起来，让他可以爬。那个就是 Michael 极简风的家里会出现的彩色塑胶软垫，然后上面会有 ABC， 你可以教他。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哇，那个配色好可怕。好，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要等我们来观赏，我们麻烦航宇，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眼睛素描，那个最上方那个白色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结婚的做的一个牌子啊。那是我们在 LA 拍的一个影片，这样子。所以是宾客都可以拥有一个吗？没有，我们自己的。只有你们有？不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粉丝弄给我的。这个是你们在美国的那个订婚派对。本来其实希望他的生日我们在美国登记，但他那个时候刚好强假，没办法，没开。对，没开。刚刚看到戒指当中有一枚是求婚戒指，对。所以求婚的时候是你知道的吗？其实戒指是我们一起去买的。对，在美国，我突然跟他说，哎，不如我们结婚吧，那就一起去。那个是真的很突然，他突然开口，就我们只是去夏威夷玩嘛，就去逛了一下，他就说，那不然我们买个戒指结婚吧。然后我那时候吓到，就倒抽一口气，然后倒抽一口气是说，我没有要娶你耶。当时还有去打给我朋友，就说怎么办？他突然说要跟我结婚。对，我说是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所以你当时有想说怎么拒绝他吗？没有想要拒绝，我当时只是在想说，这个戒指不知道多少钱，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负担。结果后来有买成吗？后来买成，但中间稍微有点尴尬，因为我有一张卡是理论上是没有额度，它是签账卡，然后就整个卡拿出来要刷之后刷不过。然后怎么办？后来还好，台北是早上，我就打给那个我们诊所的会计说，你先帮我把多的钱汇到我的卡的户头里，再刷这样。阿娇，你在对他说出“我们结婚吧”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有担心，他不一定会说好啊。没有，我们在美国，我要跳伞嘛。你是为了工作还是？这是我的人生的 list， 我要做的事情。他本来不跳的，因为他恐高。他听到那个人说我们要上去4000尺跳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还是陪你跳吧。他当时候穿篮球短裤。你知道篮球短裤要带那个东西是很怪的，它是会卡住，对不对？而且飞在空中应该会翻上来吧？对，他就也很勇敢的陪我跳，
我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是跳完你才觉得我们结婚吧？对，哦，那还好有跳啊。所以你现在觉得还好有跳，不然可能娶不到他。对，但是可能不会再跳第二次，真的太可怕了。好像他们在真正决定要在一起之前，说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在看剧的时候 ，Michael 有抱住他说我们交往吧，然后他说不要。有这样吗？那是刚认识的时候。对，就是说就是吃大肠那一阵子。所以当时是什么？怎么？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就在看手机，然后他说他要睡了，我说好，那我就躺在旁边，我说那我准备要走了，我就这样子稍微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好不好？这样，他就跟我说，我记得好像是你有想清楚吗？我觉得我们认识还不够多。就是没想到已经有一个动作了，然后还被拒绝。你会觉得你这样做代表你心里大概有5-6成的把握，你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做的都想不到他的反应是比较冷漠。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气氛非常僵，是不是？也没有，他就睡了。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我自己误会了。后来几天都没有联络这样。所以他那次跟你说不要，你是把他当成是拒绝了？对，就是我觉得拒绝。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要交往的意思。第二次鼓起勇气跟他表白是什么时候？朋友来找他探班拍戏，从英国过来住他家。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一个一个拉面带回去，他就帮我买，就是那一天就在一起。对，你跟他讲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对啊。然后你有没有很惊喜？对啊，蛮惊讶的。刚刚那台电视机，你觉得角度有问题吗？我觉得电视就平平的就好啦，为什么要调角度？阿娇平常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看。对啊。你说是平躺吗？平躺电视就应该装天花板上。其实他现在都觉得那个角度他脖子会痛，因为太低了。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们讨论很 detail。听说阿娇喜欢看相亲的节目啊？什么综艺都看。可是你好像特别喜欢一个相亲的节目，对不对？非诚勿扰吗？对，我们都喜欢看。为什么？蛮喜欢给意见的，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一边看一边会说这个男生不要啦，或者说他很好，你为什么要什么？他怎么会这样？就是那种。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这样。我一开始是抱着陪他看的，因为他看那些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看过，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后来看觉得蛮有趣的。听说他们两个躺上床关灯之后，他要为了阿娇所给的指示再爬起来至少3次。什么指示？就说帮我倒杯水啊，你那边灯忘记关了，或者你去看一下窗户。以前比较多。这是真的吗？对啊，突然忘记要拿个东西，或者是忘记关灯啊。所以不是故意要整他吗？不是，是真的忘记，是真的。所以 Michael 都会真的起来吗？会。你不会说，除非我睡着之后他再把我叫起来，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懒。他有在你睡着后把你叫起来去关灯？会叫我起来陪他看电影或什么，就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可是你可能明天要对要工作耶，那就倒霉是病人而已啊。这双眼皮变割那么大。然后后来他知道说，其实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有时候是比较 free 一点，就是他密集的工作完之后是 free 的，但我是每天固定的时间。有啦，我觉得这个有磨合到，我平常开电视会很大声，就算他睡觉的时候我也开很大声，现在会。我没有因为这个有一点争执。对，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调小声一点？他有教我，你不如出去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现在难道要分房睡了吗？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嘛，但后来真的有认真跟他沟通过，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所以你后来就是算了，就不看电视，就看手机。一般夫妻都怎么解决这件事啊？我会跟我老公说 ，baby 小声一点，不然我睡不着。他就会调小声啊。可是小声看动作片什么就会不过瘾啊。你为什么不戴耳罩呢？耳罩你会压得很不舒服哎。耳塞不舒服。可是他要看电视啊。可是他看的电视都是小声一点也看得懂的啊。叫
枪战片不就是？你也知道在干嘛？手榴弹就是。请问一下，你电视到底开的多大声啊？声光效果还不错啊，就是那种有机枪的声音，就是那种哒那种，真的是这样吗？它有一点声音都会，因为我睡眠比较浅，对，比较浅。哦，所以一点声音都会吵到你。可是他难受了，你怎么办？后来我试着就有时候戴一下耳罩什么的。他打呼我也戴耳塞啊。我觉得耳塞这个事情是结婚之后必须有的。真的吗？就是你肯定要接受对方一点不好，对啊，太吵啊什么，你是要掌控这个，对。因为如果我老公打呼打太大声的话，我就会到隔壁的客厅的沙发睡。以前会把他推啊推一推踢一踢，对，会踢他几下，可是后来我都就没用。不会了，后来应该只是把他踢到床底下去算了。后来就会踢到骨骼。刚刚影片当中出现了妈妈，那是你妈妈对不对？我妈妈对。所以你妈可以随时进出你们家哦。可以，她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嘛，有些事情要麻烦她。那阿娇跟她妈妈处得好吗？很好。你觉得呢？在节目里会跟你讲说不行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好像是你们俩如果吵架的话，你会跟她妈妈抱怨，是不是？会，就是她会把妈搬出来指责我一些东西。你说她？对，我就会直接问妈，你有这样说吗？她说我没有，就其实是她编出来的。对。因为他有时候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观不一定一样，他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桌子，他可能会想要买很贵的那种，然后我就会叫我妈直接送我一张桌子，说我妈送的，我就会跟他讲说，啊妈说不用那么贵啊。你没想到他会真的打去质问你妈吧？而且没想到我妈就是跟他联络比我还频繁。Michael 的爸爸妈妈当时觉得要娶明星这件事 OK 吗？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蛮不 OK 的，但这我没有跟他讲过啦。一开始你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他没有不同意，他不认识，然后他主要是担心我啦，不希望说我们有过度的曝光这样。然后后来见到他就跟他很好，就没事了。因为我就是会带我爸妈去看他们演唱会啊，然后我妈妈就在下面看就哭了。我说啊，红果原来我们的媳妇这么优秀，这样真的蛮感人的。我觉得你爸妈可能太怕他了，所以就说一定要哭，快点，一定要哭给媳妇看，还互捏。有说好你结婚后不要做家务这件事吗？我们有签一个婚前，我们有签一个协议。我们很常请佣人嘛，对，就比如说，如果他自己点了一个麻辣锅，煮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一锅怎么办，然后变成要找人来处理那一锅麻辣锅。找人来处理？你不能处理吗？没有，我不在，我出差了啊。因为他那个垃圾分类，我不会。好细哦，故事都好细哦。我知道，听起来生活中困难重重。对，要是我想想，我面对吃剩的麻辣锅，对，确实很难处理，需要人帮忙。你们签的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件事吗？没有，最重要不是啦，最重要是我们。那我最大的点就是保持家居整洁。哦，这个有签进去。所以我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啊，以后孩子怎么负担，然后我们婚前的财务怎么样，这都要写得很清楚啊。你希望让女方放心，说你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两个人要慢慢研究，有一些花费怎么互相帮忙这些事情。这个目前都没有到特别讲。所以像戒指刷不过的时候，阿娇不会说我来吗？这太奇怪，他来我也太奇怪了吧？不会。他的坚持就是婚礼相关的，他不要出钱。OK。我的底线就是不希望我拿钱把自己嫁出去而已。其实也没差。但我觉得合理啊，对我觉得合理嘛，因为他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压力还蛮大。压力是大的。随着宾客人数越来越多，就是就我记得我们在马尔地夫的时候，我说老婆你约了几个人在美国？她说80几个吧。然后我家有5个人，我就约了5个，大概10个。所以听到80个的时候，又倒抽一口气了。我倒抽一口气啊，真的那时候真的倒抽好几口这样。我现在很 OK 啊，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结婚结到快破产啊？你那时候真的是因为结婚没有，就真的是几乎要破产吗？我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收入够，我要买表买衣服就买，没有存太多的钱。然后那个一切发生的很突然。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我的卡你认刷，因为没额度嘛，他觉得是没额度嘛。然后他去了1天连卡佛之后，我就说老婆那个卡还是放我这里好了。没想到他真的刷得很狠，是不是？对啊，他就是真的认刷，就是没有跟你客气。没有，就是刷一个表给你呀。对啊，因为他跟我说认刷，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吗？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叫我认刷的他的钱财什么的。对，应该是说我突然在家就看到简讯，我想说，真的是倒抽10口气。所以你自从结婚之后，就人生一直这样。所以我后来都直接给他看我的存款跟所有的，我就说你看我现在就这些这样。那应该换成他倒抽一口气。也不会啦，我觉得我还是算不错的。所以现在倒抽一口气的情况也少了吧？停止了，该画的都画完了嘛，家也弄好。Michael， 你有后悔娶明星？我没有后悔，因为他真的蛮不错的。只是如果以后是如果我儿子他娶了一个明星，然后是很红明星，我会说，那你真的要想一下。明星都是人啊，你在说什么？所以你心里就是有不满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有双重的后悔，除了娶了一个明星之外，还包括了结了婚这件事吧。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失败的婚姻，所以其实我知道说大概是怎么回事。对，我没有后悔结婚这个事情，因为结了就结了，也没有说就算怎么样，所以我才会说好像压力很大，但是还是要我工作把它撑过去。我觉得要结就是要好好结啊。所以现在常常有度过咬紧牙关的时刻吗？现在好很多，现在就很开心。现在就觉得真的有在 enjoy 婚姻生活。对，因为之前是太密集了，结婚、香港的婚礼、搬家，然后我的诊所要开。厉害啊！所以你是不是想说小孩的事先缓一缓再说？我本来是这样想，然后我现在知道就直接跟他讨论嘛。目前前期我还需要去有一些预备金嘛，你不能开一个店，下一个月没客人就关掉。所以我跟他说我目前还要准备一些钱放着。然后他说小孩子没关系，如果我们生了就。对，所以我才不选择买房子。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蛮好的，是，而且楼价又不升，就这样。不适合买，就租就好了。对，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你现在的诊所在台中？台北，在台北，事业正在创业期。对啊，你会希望你太太帮这方面的忙吗？我不希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是分得很开，因为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去开，一定是评估过我们的客户量跟是可以出来做一间的，但其实不太需要他帮什么忙。对啊。其实我希望可以帮到忙，我在香港有代言了嘛，对，我也不能随便的去帮别人宣传，但我以他老婆的身份就可以。我们后来讨论完之后，就是他帮忙，就是我们有一个剪彩的话，他可以来，就是一起剪那个彩这样就好。我就希望可以参与一些啦。结果已经发生了吗？还没，快了。所以到时候老婆会去帮你剪彩。对，但不接受访问。不用谈这么细。好，我们没有要。没有，我就好，对不起。他会讲出来，代表他会觉得你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不接受访问？是不是？听起来两个人体会到了一些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乐趣吧？是。感觉先生会有一些辛苦的时刻，可是对很多刚结婚的来讲，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啊。然后阿娇一直说，这个人生反正只有一次，所以你们女生每次婚礼就是要想这件事，就是我这一次得要把它办满意。
我其实当时结婚的时候想说我要办一个很小型浪漫的婚礼，我公婆他们就觉得啊，儿子娶了明星，然后很幸福，就希望可以多邀一些人来，然后就在台东办了一场很大型的婚礼，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哦，这么多人来替我祝贺，我就觉得很感动。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影片之后，也了解到了阿娇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东西的想法。至于两个人他们所带来的温度有没有上升呢？看一下。哦，90分哎，好高哦，应该是就是速度倒抽一口气的这种声音，感动了很多人吧？觉得就是拼下去的那种精神。不管是什么样的夫妻组合呢，总是会有互相调试的地方，而且看他们两位很努力的适应，开诚布公的讲了，应该就调试成功的几率就大增，所以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温度上升的同时，有感受到婚姻生活里面本来就是这种以爱作为前提的话，其他的了解可以慢慢的增进。我们的两位来宾可以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选择物品来用于工地事业，同时我们的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航宇把伏尔加修复车带回舞台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有刚刚那个 Michael 说他没有粉丝，所以不会有人要的这个记忆的素描。你真的舍得吗？这不是你的代表作。也不算代表作啊，但就其实有点舍不得。我觉得不要勉强，就是选你们舍得的就好了。好啊。我觉得我的行李箱是可以。OK， 小行李箱。这些是有人喜欢，其实我都可以啦。船也可以吗？可以，全部都可以，是不是？墨镜我都可以。真的 ？OK。对。那我们就让 Michael 保留素描吧，好不好？这是你的人生的纪念品。对啊，好啊。那请阿娇帮忙签一个卡片，就是给将来在公益当中得到了这些物品的人，你就写一句话送给他们就好了。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今天上节目的打扮会互相干涉吗？是太太叫先生穿整套西装来的吗？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想穿吧。对，因为他就是想要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张小娴，不然告诉你。你们俩是有多词穷啊？想多久？譬如是要写什么？祝福或者是感谢就好啊，或者好好珍惜他们这类的。对，希望你们生活幸福也可以。他衬衫有绣他的姓名哎 ，Ryan Gosling 吗 ？Michael Ryan。你是在写毕业论文吗？你们俩真的，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就写个没完没了。好了，签名。希望收到我们礼物的同时，也收到我们的幸福。哦，写得很好，太好了，所以非常感谢阿娇还有洪国他们两位的祝福，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跟他们的婚姻生活有关的很可爱的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本期节目中所有物品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然后谢谢两位，谢谢。好，我们下一次的花花路再见哦，拜拜。谢谢，拜拜。嘿，大家好，我是李星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花花万物伏尔加修复实验室，我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好好保养我们的行李箱吧。首先是滚轮的部分，日常正常的保养方法是首先清除轮子周围的硬物之后，再在轮子的轮轴处滴入适量的润滑油，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它生锈，也能减小它的摩擦力。行李箱表面的划痕可以通过打蜡的方式